凌晨，县城老旧居民楼里只剩江家一盏灯亮着，江母手上还沾着面粉。他刚收完早餐摊，连围裙都没摘。江行舟坐在旧电脑前，手指停在查分页面。江行舟寒窗12年，父亲牺牲的早，母亲靠一个早餐摊供他读书。别人补课靠钱，他靠旧卷子；别人刷题到深夜，他刷到天亮。他不是天才，只是太清楚自己没有退路。高考是他和母亲走出这间旧屋唯一的路。查分按钮按下，页面加载。江母屏住呼吸，下一秒分数跳出来。江行舟总分742。江母捂住嘴，眼泪瞬间掉下来。行舟，742啊！你考上了，你真的考上了！江行舟也愣住，他不是没想过自己能高分，可真正看到这个数字时，还是像被一束光砸中。742分，这不只是一个数字，是江母凌晨4点出摊的每一天，是江行舟冬天手指冻裂还在写卷子的每一页，是父亲牺牲后这个家终于等来的第一声响亮回音。江行舟立刻截图，可就在他准备刷新页面时，系统突然卡住。几秒后，页面重新加载。江行舟总分423。屋里瞬间死寂。江母以为自己看错了，她擦了擦眼睛，弯腰盯着屏幕。江行舟重新输入准考证号423，再查还是423。命运最狠的时候，不是不给你希望，而是先把希望递到你手里，再当着你的面硬生生抢走。刚才那个742分还在截图里，是不是系统错了？刚刚明明是742啊！江行舟没有回答，他的手指点开截图，截图还在，姓名、准考证号、分数都清清楚楚。就在这时，班级群忽然炸了，班主任转发学校喜报，热烈祝贺我校顾明川同学以742分荣获县理科状元。江行舟的瞳孔猛地一缩，742，同样的分数，却变成了顾明川的名字。第二天，县一中门口拉起红色横幅，顾明川穿着崭新的白衬衫站在校门口接受采访，校长、班主任、记者围着他，镜头、鲜花、掌声全都属于他。顾明川平时成绩稳定在500出头，全校都知道他从没进过年级前10，可今天他成了县状元。而真正查到742分的江行舟站在人群外，像一个突然被世界踢出去的人。顾同学考到742分有什么秘诀？主要是心态稳定，还有感谢学校培养。江行舟挤上前，把截图举到班主任面前。老师，我昨晚查到的也是742，系统后来才变成423，这分数有问题。周围瞬间安静，班主任脸色一变，顾明川却走过来。江行舟，你查错了吧？状元这种事儿也能认错？行舟，别闹了，今天是学校的大喜日子。江行舟，这种伪造截图的行为很严重，你要是对分数有疑问，可以走正规流程，不要在校门口影响学校声誉。正规流程这4个字听起来很公正，可江行舟看见校长说话时，顾明川父亲顾成海正站在不远处，那是县教育局副局长。他没有说话，只是淡淡看着江行舟。顾明川走近，压低声音：江行舟，423就423，人要认命。这个742不是你的，成绩单上写的是我的名字，你说不是我的，谁信？校长办公室里，空调冷得刺骨。江母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手里紧紧攥着江行舟的截图打印件。他站在一屋子领导面前，局促的不知道手该放哪。江母没读过多少书，他不懂系统，不懂复合，也不懂什么流程。他只知道昨晚他亲眼看见儿子考了742，那一刻，他以为死去的丈夫终于能安心。可今天，这间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告诉他：你看错了，你儿子查错了，你们不要闹。截图不能作为成绩证明。现在系统显示江行舟423分，我们学校只认官方结果。可是校长，我们娘俩昨晚亲眼看见742，行舟从来没考过这么低啊！江行舟这次可能发挥失常，高考压力大，学生接受不了也正常。江行舟看向班主任，这个老师曾经说他一定能考出县城，现在他连看他一眼都不敢。江行舟把自己的平时成绩、模拟考、排名、竞赛证书一页页摆出来，每一份都证明他不可能考423。高31年，江行舟5次全县联考，4次第1，1次第2。数学竞赛省2等奖，物理竞赛省1等奖。国防大青少年科技营入营名单里也有他的名字。这样的学生突然考423，不是不可能。但如果同一晚他先查到742，而顾明川随后成了742，那就不是失常，是有人把2个名字换了。
我要申请原始塔迪卡复核。我要查考场监控。我要查志愿系统登录记录。陈立辉脸色彻底冷下来。江行舟，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这是在怀疑学校，怀疑考试院，怀疑整个系统。我怀疑的是有人动了我的成绩。办公室安静，班主任低头，陈立辉盯着江行舟，声音压低：年轻人路还长，别因为一时不甘毁了自己。这不是劝告，是威胁。江行舟听懂了，如果他继续查，学校会把他从分数异常的学生变成心理失衡、伪造成绩、污蔑学校的人。江行舟走出办公室，走廊上，顾明川正被同学围着祝贺。他看到江行舟故意扬起手中的采访安排。听说你去申诉了，结果呢？学校承认你是状元了吗？周围几个同学低声笑。林曼站在一旁，皱眉看着江行舟。顾明川，你敢不敢现场讲一下数学最后一题的解法？顾明川脸色微僵，很快又笑了。你是不是疯了？我考多少分，需要向你证明。行舟，你别这样，你以前不是这种输不起的人。这句话比校长的威胁更刺耳，因为林曼曾经是最相信江行舟的人，他知道他会熬夜做题，知道他模拟考从不掉出前2，也知道顾明川平时什么水平。可现在红榜上写着顾明川，所以他选择相信红榜。江行舟看着他，你也觉得我输不起？林曼沉默，这个沉默就是答案。顾明川走近，压低声音，只让江行舟听见：你成绩再好有什么用？你妈摆早餐摊儿，我爸管教育，这个县城谁信你？江行舟的眼神一点点沉下去。别查了，查到最后只会证明你是个笑话。江行舟没有动手，不是不怒，是他知道现在动手只会给对方一个把他彻底钉死的理由。他必须忍，必须把这一切记下来，一字一句全部记住。手机响起，江行舟收到一条陌生短信：你的志愿也被改了。江行舟瞳孔骤缩。夜里，江行舟独自坐在县城网吧角落，屏幕光照在他脸上。他重新登录志愿系统，账号、密码、验证码。页面打开的一瞬间，他的手指停住。第一志愿南岭职业技术学院，第二志愿空，第三志愿空。江行舟原本填的是国防类院校提前批，后面是2所顶尖工科大学。他记得每一个代码，甚至把志愿草稿抄在本子上。可现在全没了，他的志愿被改成了一所民办高职。这个操作比改成绩更狠，改成绩是偷他的荣誉，改志愿是断他的路。他调出系统登录记录，页面显示昨天凌晨3点有一次异地登录，登录地点县教育服务中心，凌晨3点，教育服务中心，这是普通学生绝不可能使用的登录地址。对方不是要他落榜，是要他彻底闭嘴。江行舟拿出手机拍照，拍到一半，页面突然强制退出。再次登录，登录记录被清空。他僵在座位上，随后慢慢把刚才拍下的半张照片保存进加密文件夹。第二天清晨，江木照常出摊，可摊位前没有几个客人，不少人站在远处议论。县城很小，小到一个学生伪造成绩的消息，一夜就能传遍整条街。江木卖了10几年早餐，邻里都说他儿子争气，可今天他们看他的眼神变了，像是在看一个教孩子撒谎的人。顾明川母亲带着几个阔太走过来，他拿起一个包子，又嫌弃地放下。你儿子还闹呢，考不上就复读，何必盯着我家明川的状元不放？我家行舟没有撒谎，全县店都知道明川742，你家那个423。做人啊，最怕认不清命。江母脸色发白，江母握紧围裙，眼眶通红。他想反驳，却发现周围人都在看他笑话。穷人最怕的不只是没钱，是连说真话的资格都被人拿走。江母亲眼看见742，可他说出来，别人只当他不甘心。他们相信红榜，相信领导，相信顾家的体面，就是不相信一个卖早餐的母亲。
江行舟带着志愿异常照片再次来到学校，这一次顾晨海也在。他坐在主位，不穿制服，却比校长更像这间屋子的主人。江同学，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了，年轻人压力大，出现认知偏差，可以理解。我的志愿被人凌晨3点从教育服务中心登录修改，这也是认知偏差。顾晨海看向照片，表情没有变化。半张照片说明不了问题，系统记录已经核验过，没有异常。学校建议你签一份说明，承认自己因查犯误会产生过激行为，学校可以不追究你扰乱秩序。凭什么让我儿子认错？不签也可以，但江州同学的档案评价恐怕会受影响。江行舟低头看着那份说明，上面写着：本人承认因心理压力产生错误认知，本人自愿放弃成绩，志愿相关申诉，本人愿意承担不实言论后果。这不是说明，这是认罪书。只要签了，他就再也不是被顶替的学生，而是一个造谣、心理失衡、污蔑学校和现状元的人。顾晨海想要的不是平息风波，是让江行舟亲手把自己埋掉。江行舟拿起笔，江木急了：行舟，不能签！我不签。他只是把笔轻轻放回桌上。那你想怎么办？普通申诉你们能压，那我就走你们压不住的。夜里，江家小屋里很安静。江木坐在桌边，手里攥着那张没签的说明书复印件。他一整天没说话。江行舟打开旧铁盒，里面是奖状、竞赛证书、父亲的军功章，还有一枚国防大科技营纪念徽章。一位老师曾告诉他，如果高考成绩达标，可以走国防大特殊人才推荐复核。那时他没太在意，因为他以为正常高考就够了。你爸要是还在就好了，他肯定不会让他们这么欺负你。妈，我爸守过边境，我也想去守点东西。江木看着他：你要去军校？江行舟点头。国防大。江木镇住，这3个字他听不太懂，可他知道那一定是很难很远的地方。江行舟打开国防大科技营旧邮箱，里面保存着一封半年前的邮件。江行舟同学，您已进入国防科技前置人才观察名单，如高考档案出现异常，可通过专用复核邮箱提交材料。这封邮件是顾晨海不知道的东西，学校不知道，顾明川不知道，甚至班主任也不知道。因为江行舟参加科技营时用的是父亲烈士家属档案和竞赛推荐，这条线不走县教育局，不走县一中，不走顾晨海能伸手的地方。江行舟开始整理材料，742分截图，志愿异常半张照片，历次模拟考排名，竞赛证书，科技营结业证明，父亲烈士证明，还有一份手写说明。他没有写求你们救我，也没有写顾家害我，他只写事实。几点几分查到742，几点几分系统变423，学校何时官宣顾明川742，志愿何时被改，登录地点在哪里，谁逼他签放弃申诉，每一条清清楚楚。他敲下邮件，标题：高考成绩及志愿档案异常复核申请。第二天，学校为顾明川拍摄状元宣传片，林曼作为优秀学生代表站在旁边。顾明川穿着印有名校校徽的外套，对着镜头侃侃而谈。顾明川越风光，江行舟就越像个笑话。顾同学，听说你准备报考顶尖工科大学？是的，我希望以后做国家需要的科研人才。江行舟从操场边经过，顾明川看见他，故意提高声音：当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走科研路，有些人还是要早点接受现实。林曼皱眉，却没有阻止。江行舟没有停，他只是把手机里已经发送成功的邮件看了一眼，邮件已发送。夜里，国防大复核办公室，沈艳秋点开江行舟的邮件。一开始，他只是按流程查看，可翻到科技营记录时，眼神变了。江行舟这个名字，他记得。半年前，科技营无人机算法测试第1，体能合格，政审初筛通过。导师评价是稳定、冷静、抗压强，有国防科研潜质。这样一个学生，高考423，志愿被改成民办高职，这不合理。沈艳秋调出内部人才观察名单，江行舟的档案还在，预计分数区间720-750，异常标记未录入。沈老师，要走普通咨询流程吗？不，启动特殊复查。他在系统里敲下一行字：申请调取江行舟原始答题卡、考场监控、笔记备案、志愿登录记录。
这个学生不能丢。复合办公室里，江行舟的材料被铺满桌面，模拟考成绩、竞赛证书、科技营数据、高考异常说明，还有那张742份截图。普通人查成绩，看的是系统里最后显示的分数。一个真正有培养价值的人，不会只因为地方系统跳出一个423就被简单划掉。老教授看完江行舟科技营报告，眉头紧皱。这个学生我记得，无人机群控算法，他现场改过一次模型，不可能只有423。但地方系统显示成绩有效。系统有效不代表过程没有问题，先查登录轨迹，再查原始查值卡流转。县教育局办公室里，顾成海正在喝茶，程立辉坐在对面，脸色有些不安。江行舟还是不肯签，他还说要走我们压不住的路。一个早餐摊的儿子能有什么路？省里复合通道我打过招呼，学校档案你也处理好了，只要他没有完整证据，就是闹事。顾成海太熟悉地方流程，谁负责初审，谁负责档案流转，谁可以拖，谁可以压。他以为江行舟能碰到的天花板就是县教育局，他不知道江行舟已经把材料送进了国防大，更不知道国防大复合系统查的不是地方给出的结论，而是原始链条。陈立辉还是不放心。顾局，万一他真联系到外面的人，那就让他联系。顾成海打断他。现在顾明川是县状元，红榜采访录取材料都铺出去了，谁还会为了他一个423分的学生翻案？陈立辉点头。江行舟帮母亲收摊，林曼站在路边，犹豫很久才走过来。他手里拿着一张复读机构宣传单。行舟，我托人问了，这家复读班还不错，你现在继续闹真的没意义。林曼不是恶毒，他只是选择了最安全的判断。系统说江行舟423，学校说他查错，所以他觉得江行舟该认命。在他眼里，他递来的不是羞辱，是为你好。江行舟看着那，你觉得我应该复读？至少比你继续得罪学校和顾家强，你斗不过他们的。江行舟声音很轻。如果我不是423呢？林曼沉默片刻。可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423。江行舟笑了一下。那就等他们看到真的。你到底还想做什么？江行舟没有回答，手机震动，一封邮件回执弹出。你的复核申请已进入特殊审核流程。夜里第一批数据回传，原始答题卡封存编号调出，考场座位图调出，指纹签到记录调出，志愿登录轨迹调出。篡改成绩的人最怕原始数据，因为红榜可以换名字，系统分数可以被覆盖，志愿可以被改，但考试当天谁坐在哪个座位，谁按过指纹，谁交了哪张答题卡，谁的笔记落在卷面上，这些东西不会一起撒谎。复核员盯着屏幕，脸色变了。沈老师，异常很明显，江行舟原始卡题卡编号和顾明村最终成绩档案存在交叉绑定。沈艳秋抬头，什么意思？简单说，顾明川现在的742分绑定过江行流的考试卡编号。办公室瞬间安静。订票，明天去清河县。县一中礼堂挂满红色横幅，正中央的大屏幕上，顾明川的照片被放大，旁边写着几个刺眼的大字：热烈祝贺顾明川同学以742分荣获清河县理科状元。在清河县这种小地方，一个县状元不只是学生的荣耀，也是学校的招牌，是校长的政绩，是教育局的成绩，更是顾家往上爬的一块台阶。所以今天的表彰大会办得比毕业典礼还隆重，鲜花、奖学金、媒体、领导致辞一样不少，所有人都在庆祝顾明川，没人提江行舟。那个真正查到742分的人，像是从这场盛宴里被彻底抹掉了。顾明川穿着白衬衫，胸前别着红花，站在台上，他身边程立辉满脸笑容，顾成海坐在第一排，神情从容。林曼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坐在顾明川旁边。顾明川同学的成功，证明了我校立德世人的成果，也证明只要努力，寒窗苦读终有回报。台下掌声雷动，顾明川微微低头，装出谦虚模样。可镜头没拍到的是，他嘴角压不住的得意。礼堂外，江行舟拿着申诉材料想进去，门口2个保安直接拦住他。江木站在一旁，手里还提着给儿子准备的水，脸色焦急。保安冷着脸：校长交代过，今天表彰大会不允许无关人员进入。江木急了，无关人员4个字比任何羞辱都刺耳。
3年里，江行舟给县一中拿过竞赛奖，拿过联考第1，拿过各种荣誉。学校贴红榜时，他是优秀学生；需要他参加公开课时，他是榜样。可当他质疑成绩被顶替时，他就成了无关人员。江行舟没有硬闯，他只是看着礼堂里面，顾明川正站在台上接受奖学金，那笔奖学金原本应该属于他。江木声音发抖。江行舟摇头，他把手机录音打开，把保安拦人的过程录下来，又拍下礼堂横幅和顾明川领奖画面。江行舟已经明白，哭没有用，喊没有用，当众冲进去也只会被说成心理失衡。他要做的是把他们每一步踩过来的痕迹全都留下来。顾明川上台发表感言，记者把话筒递到他面前，他看起来温文尔雅，像是真正靠实力登顶的少年。平时成绩只是参考，高考考的是心态。我希望有些同学能够接受现实，而不是沉浸在过去的优越感。这个问题明显是提前安排好的。顾明川轻轻笑了一下，台下响起一阵轻微笑声。雷曼听出他在说江行舟，神情有些不自然，可他没有开口。顾明川很聪明，他不直接点江行舟的名，但每一句都在踩江行舟。他说心态，说现实，说过去的优越感，好像江行舟从被害者变成了不肯承认失败的人。记者又问：如果那位同学继续申诉，你会担心吗？顾明川低头一笑：清者自清，成绩单上是谁的名字，大家都看得见。掌声再次响起，顾成海坐在台下满意的点头。表彰大会结束，人群从礼堂里涌出，顾明川被记者围着，林曼站在他身边，江行舟站在台阶下，和他们隔着一层人群。顾明川看见江行舟，故意举起奖牌：行舟，你还不走？要不我把奖牌借你摸摸？周围有人笑出声，江木气得浑身发抖，江行舟却只是看了他一眼。奖牌先放你那里，别弄丢了。顾明川脸色一僵。就在这时，人群后方一个穿灰色衬衫的女人停下脚步。她不是学校老师，也不是记者。她看了一眼顾明川，又看了一眼江行舟，最后她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顾明川面对质疑回避答题细节，江行舟情绪稳定，保存现场证据。女人合上笔记本，拨出电话：我到清河县了，表彰大会刚结束，顾明川的问题比材料里更大。天还没亮，姜母照常出摊，蒸笼冒着热气，豆浆桶刚摆好，可没等几个客人上门，几个混混就围了过来。姜母这一辈子没什么本事，她会揉面，会熬粥，会把1块钱掰成2半给儿子交资料费。丈夫牺牲后，她没改嫁，也没喊苦，她只说行舟读出来就好了。可现在儿子的成绩被偷，她连摆个早餐摊都成了顾家眼里的碍眼东西。不讲理的人家还在学校门口摆摊，影响多不好。混混掀翻一个蒸笼，包子滚了一地，热豆浆泼在地上。姜母慌忙去护，却被人推倒。有人举报你无证经营，赶紧滚！混混冷笑：无证经营，占道摆摊，影响市容。这些话平时没人提，因为学校很多老师、学生都吃过姜母的早餐。可当顾家想让他闭嘴时，这些话突然就全都成了刀。姜母浑身狼狈地来到县一中门口，他衣服上沾着豆浆，膝盖擦破了皮。他想找校长，保安却不让进。校长，你们还我儿子成绩！我儿子不是423，他不是。这是姜母第一次在学校门口失态。他原本最怕给儿子丢人，过去江行舟开家长会，他都换上最干净的衣服。他怕别人说状元的妈是个卖包子的，可现在他顾不上体面了，因为他发现如果自己不喊，就没人替他儿子喊。陈立辉终于出现，他皱着眉，像是在处理一场麻烦。江母，你这是做什么？学校已经解释过，江行舟是查错分，你在校门口闹，影响很不好。姜母扑通一声跪下：陈校长，我求求你，你让我看看原始卡地感，我儿子不可能考423啊！你这样是在讹学校，再不起来，我只能报警了。江行舟赶来时，正看见母亲跪在地上，他脸色瞬间变了，可他还是先把母亲扶起来，而不是冲向陈立辉。真正让江行舟心口发疼的，不是顾明川领奖，不是同学嘲笑，也不是林曼不信他，而是母亲跪下的那一刻，
那个凌晨4点出摊、从不向命低头的女人，为了她的成绩跪在了全校面前。江行舟扶住母亲，江木哭着抓住她：“妈没用，妈不知道还能找谁。”林曼站在人群外看着这一幕，表情很复杂。她想上前，却又停住。顾明川的声音从旁边传来：“江行舟，你妈这戏演的不错啊，怎么不查成绩开始打亲情牌了？”顾明川冷笑：“你最好记住今天，等真相出来，我会让你亲自给我妈道歉。”真相？你的真相就是423。不远处街角，沈艳秋看完这一幕，她没有立刻出面，只是让同事拍下现场情况。她的脸色比昨天更冷。复核组最忌讳提前暴露，因为他们要查的不是一个学生的委屈，而是一条可能涉及成绩、志愿、档案和地方关系的链。越早亮身份，对方越容易销毁证据。所以沈艳秋只能看着江木跪下，看着校长威胁，看着顾明川嘲讽，然后把每一个人的反应记进调查记录。复核员低声：“沈老师，要不要现在通知学校配合？”不急，他们越以为没人能查，越会露出真实嘴脸。他低头看手机，技术组发来一条消息：志愿登录记录底层备份未被完全覆盖，修改 IP 疑似清河县教育服务中心内网。沈艳秋抬头看向县一中大门，通知省招办，先别惊动顾成海，我们从志愿改动开始查。会议室里空调开得很低，桌上放着一份打印好的承诺书。江行舟和江木坐在对面，顾成海依旧坐在主位，手边是一杯热茶。他看起来不像来解决问题，更像来宣判结果。他们终于不装了，前几天还说走正规流程，今天就把承诺书摆到了江行舟面前，承认查错分，承认截图是误会，承诺不再申诉，承诺不再散播不实言论。只要江行舟签下这张纸，他就亲手把自己从被害者变成了造谣者。程立辉语气缓和，像是在劝一个不懂事的学生：“江行舟，你还年轻，不能因为一次考试失利就毁掉自己的未来。签了，学校可以给你保留复读名额。老师也是为你好，你继续闹，档案评价会很难写。”你们这是逼孩子认错啊！江母，话不能这么说，我们是在给他留退路。顾成海慢慢放下茶杯，顾成海把几份材料推到江行舟面前。第一份是学校处分建议，第二份是摊位整治通知，第三份是心理异常建议辅导记录。他们准备得很全，如果江行舟不签，就给他处分，给他档案写心理异常，让他母亲的摊位再也摆不下去。你父亲是烈士，我们尊重，所以才一直没有追究你。但烈士子女也不能污蔑现状元，明白吗？我父亲守边界，不是为了让我被人偷成绩还要闭嘴。江行舟，别不识好歹。江母握住江行舟的手，他的手很粗糙，也在抖。他怕儿子签，更怕儿子不签后被他们逼到无路可走。江行舟看见母亲的手，心里忽然静了下来。愤怒不能解决问题，冲动也不能解决问题。顾成海要他失控，要他拍桌子，要他骂人，要他把自己变成一个情绪失衡的考生。他偏不。江行舟拿起笔，所有人都看着他。江母脸色发白，江行舟低声：“行舟。”妈，相信我。他在承诺书上没有签名字，而是写下一行字：本人不同意放弃申诉，本人申请调取原始答题卡、志愿登录记录、考场监控。程立辉猛地站起来：“江行舟，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让我写说明，我写了。你会后悔的。后悔的应该不是我。江行舟把笔放下，顾成海盯着他，眼神阴沉。夜里，江行舟回到家，他把白天会议的录音整理好，连同那份被他改写的承诺书照片一并发到国防大复核邮箱。他们以为会议室里只有他们的人，却不知道江行舟从进门那一刻起就打开了录音。顾成海的威胁，程立辉的诱导，班主任的档案暗示，
还有那句烈士子女也不能污蔑现状元，每一句都进了复合组档案。邮件发送成功。几分钟后，一个陌生号码打来，江行舟接起。江行舟同学，我是国防大招生复合组沈艳秋，你的材料我们已经收到，从现在开始，不要再单独和他们谈，也不要签任何东西。你们相信我？我们不相信任何人的嘴，我们查证据，但目前的证据显示，你的成绩异常，不是误差，是人为替换。顾家别墅门口铺着红毯，快递车停下时，顾母立刻把记者叫了过来。顾明川站在门口，穿着白衬衫，满脸笑意。快递员双手递上一个厚重信封，京华理工大学录取通知书。顾家把收到通知书这件事办成了第2次表彰大会，他们要让所有人看见，录取已经下来了，事情已经定了。江行舟再闹也没用。顾同学，此刻心情如何？很感谢学校和父母，也希望某些同学能放下执念，重新开始。我们明川一路走不容易，这段时间还被人恶意质疑，孩子压力很大。江家早餐摊被迫暂停，原来的位置空着，只剩一块没收走的旧木板。江木坐在路边，手里拿着清理摊位时留下的蒸笼盖。顾家收到通知书这天，江家没有生意，摊位被整治，邻里避着他们。有些老客人想来买早餐，却又怕惹上顾家。顾家这回稳了，通知书都下来了，江行舟还怎么翻？他要是真742，通知书怎么不寄给他？江母听见，眼圈发红。江行舟把手机收起来，父母亲起身。行舟，是不是来不及了？通知书都到他们手里了。通知书能记错？原始达志干不会写错。妈，再等等。有人在查了。沈艳秋在县城一家普通宾馆设了临时工作点。顶替案最怕的不是表面材料，表面可以补，奖状可以复印，喜报可以重发，可时间线很难完美伪造。成绩绑定时间、志愿修改时间、录取投档时间、档案流转时间，只要有一处错位，整条链就会露出缝。沈老师，顾明川投档材料里有一项异常，他的成绩绑定在志愿修改之后才完成，正常流程应该相反。江行舟呢？江行舟原始高分陶特卡编号曾短暂出现在顾明川材料里，后来被覆盖了，但底层日志还留了一段痕迹。也就是说，顾明川的通知书是用江行舟的原始成绩投出去的。夜里，顾家还在庆祝，亲友送来的花篮堆满门口。江行舟路过时，顾明川正出来送客。慢走啊，改天再聚。看见了吗？通知书到了。你申诉了这么久，有用吗？你最好别太喜欢这张通知书。酸不酸？你要是想看，我可以借你拍张照。我怕你以后看到它会睡不着。喂，爸。最近别再接受采访，录取材料那边有人开始查了。顾明川抬头看向江行舟，江行舟已经转身离开，背影平静的让他心慌。江家小屋里灯泡昏黄，江行舟翻出一只旧纸箱，里面全是他高中3年的草稿本。江行舟一直有个习惯，每次大考结束，他都会把最后几道难题重新默写一遍，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确认自己哪里可以更快，哪里可以更稳。高考结束那晚，他也做过同样的事。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分数会被偷，更不知道那一页复盘后来会成为第一份原始证据。行舟，是不是这个？江行舟接过，
页面最上方写着高考数学最后一题复盘，6月8日晚。下面是完整解法，每一步推导都很清楚。最特别的是，他在关键转折处画了一个小三角符号，这是他多年习惯，表示此处换元。江行舟盯着那页纸，眼神亮了。是这个。江行舟把那页复盘拍照，又翻出自己3年来的竞赛笔记，同样的换元符号，同样的边角标注，同样的演算排版，他一页页拍下，整理成文件。笔记可以模仿，答案可以背诵，但长期解题习惯很难伪造。一个人遇到复杂题时，先画图还是先列式？换元时喜欢用什么符号？压缩步骤时省略哪一行？这些东西像指纹，不是写在姓名栏里，却藏在每一道题的骨头里。江行舟把文件发给沈艳秋，很快对方回复：收到。明早比对原始答题卡。江行舟坐在桌前，久久没有动。江木看着他，这能证明吗？不能单独证明，但能让他们知道742那张卷子是谁写的。原始答题卡是整个案件最关键的东西，它不像系统分数可以被覆盖，不像红榜可以重打，它从考场封存、扫描、上传、归档，每一步都有编号。只要这张卡还在，顶替者就无法真正把别人的努力吞干净。复合元放大数学最后一题，原始答题卡上的解法和江行舟复盘本几乎同一结构，关键换元处也出现了那个小三角符号。复合元低声：沈老师，看这里，符号一致，步骤压缩习惯一致，笔记倾角也和江相比和江行舟竞赛笔记高度接近。顾明川平时笔记呢？沈艳秋看着屏幕，没有立刻下结论。复合元调出顾明川提交过的作业扫描，字迹浮躁，解题结构完全不同。同类题，顾明川甚至从未用过这种换元方式。沈艳秋声音沉下去：做笔记和解法路径双重鉴定，再调顾明川数学原始草稿痕迹。第一份强关联证据终于出现，他还不能立刻把顾明川从领奖台上拽下来，却能证明一件事：高分答题卡上留下的不只是正确答案，还有江行舟这个人。顾家可以改名字，可以改志愿，可以改系统分数，可他们改不了江行舟12年写下来的习惯。沈艳秋看向墙上的时间线，下一步查什么？调监控。县里说监控正常封存，他们说的正常已经不可信。江行舟所在考场关键时段监控缺失10分钟。有人开始删痕迹了。清河县一家普通宾馆内，窗帘拉着，桌上铺着江行舟和顾明川2人的档案，左边是江行舟3年成绩、竞赛记录、科技营档案，右边是顾明川的高考成绩、录取材料和学校喜报。调查一个顶替案，不能只看谁哭得惨，也不能只看谁站在领奖台上，真正的复核要从原始链条往回查。考场签到、答题卡编号、扫描记录、成绩绑定、志愿修改、投档材料，每一环都像一颗螺丝，只要有一颗被人动过，整条链就会发出不正常的声音。复核员把时间线投在墙上，江行舟查到742的时间是晚上0点03分，系统变成423是0点11分，学校发布顾明川742喜报是0点26分，江行舟志愿被改是凌晨3点17分。太急了。什么太急？他们急着把顾明川推成状元，越急越说明原始流程没来得及补干净。沈艳秋没有第一时间通知学校，他先带人去了江行舟高考所在的考场楼，楼道里还贴着考试期间的封条残痕，监控摄像头安在走廊尽头，正对考场入口。高考考场不是普通教室，谁进出、谁交卷、谁异常停留，都应该有记录。如果成绩被换，答题卡不可能凭空长腿，一定有人在扫描、绑定、上传或志愿投档某个环节动过手。而考场监控是确认原始答题卡归属的第一道锁。县里上报说监控正常封存，但刚才省招办回传，江行舟考场有10分钟缺失。缺失的10分钟，正好覆盖收卷后的答题卡整理时间，这不是巧合。沈艳秋看向摄像头，他拍下摄像头编号，又记录封存柜位置，没有惊动校方，因为他知道，一旦顾家知道复核组已经进县城，
剩下的痕迹会被抹得更快。下午，沈艳秋终于来到江家。江母一开始以为又是学校的人，紧张的不敢开门。江行舟站在门后，我是国防大复合组的。听见国防大复合组几个字，才慢慢打开门。这是江行舟第一次见到沈艳秋，他没有穿制服，也没有带很多人，可他手里那只黑色文件包让江行舟莫名安心，因为里面装的不是同情，是程序，是证据，是顾城海最怕的东西。沈艳秋拿出证件，江行舟同学，从现在开始，你和你母亲的所有谈话、签字、申诉都要留痕。任何人要求你私下和解，不要答应；任何文件不要单独签。老师，我儿子真不是423，对不对？沈艳秋没有立刻给结论，她只是认真看着江母。阿姨，我们正在查，但目前已经发现多处异常，请你们撑住。江母捂住嘴，哭了。这些天，所有人都让她认命，只有眼前这个人告诉她撑住。夜里，县教育局档案室灯还亮着，顾城海站在电脑前，脸色阴沉。省招办突然要求复查底层志愿登录记录，谁申请的？没写明，只说特殊复核。顾城海眼神一变，他终于感觉到事情好像脱离了县里的掌控。顾城海最怕的不是江行舟喊冤，一个学生喊破喉咙，他也能压。把考场监控再核一遍，所有能删的全部清掉。已经删过一次了，再删就真像有人动手脚了。现在不删，等他们查到你头上吗？第二天，沈艳秋以国防大复合组名义进入县一中，程立辉这才知道他不是普通家长找来的帮手，他的笑容僵在脸上，却还是硬着头皮接待。校长程立辉终于慌了，因为国防大3个字和普通高校不一样。普通高校可以说录取已经结束，可以说系统显示有效，可以说家长不懂流程，可国防大复合看的是人才档案，一旦他们认定档案异常，县一中的状元喜报就会变成笑话。沈老师，江行舟同学情绪一直不太稳定，我们学校也很同情他，但成绩以官方系统为准。我今天不是来听评价的。调监控。程立辉强笑，沈艳秋看也没看他。监控室里，技术员手指发抖。他打开江行舟考场当天视频，前面正常，学生进场正常，考试过程正常。收卷后，画面突然跳了一段，时间缺失14、57、15.07分。沈艳秋眼神冷了下来。可能是设备故障，高考那几天设备压力大，偶尔丢分也正常。设备故障是最常见的借口，听起来合理，也很难让普通家长反驳。可沈艳秋不是普通家长，她要的不是解释，是日志。调维护记录。技术员脸色更白。调硬盘读写日记。调内10分钟的备份索引。这可能需要局里授权。沈艳秋拿出文件。省招办授权。国防大特殊人才复核授权。现在调。陈立慧额头开始冒汗，他想给顾城海发消息，沈艳秋却像提前看穿，淡淡补了一句：从现在开始，监控室所有人手机放桌上，谁也不准对外联系。底层日志被调出，缺失10分钟，不是自然断电，不是摄像头损坏，而是在成绩公布前后，有管理员账号手动进入监控存储系统，删除并覆盖了该时段视频。真正的谎言最怕技术细节，设备故障会留下故障记录。沈老师，删除账号是县教育服务中心管理员账号，操作时间成绩公布后40分钟。这不可能，一定是系统被盗用了。系统被谁盗用？继续查。但现在可以确认，监控不是故障。停电会有供电波动，硬盘损坏会出现坏档，是人为删除。顾家书房里，顾城海脸色铁青，顾明川急得来回走，顾城海猛地拍桌：爸，他们是不是查到我了？通知书都到了，不会还要收回去吧？慌什么？顾城海嘴上让儿子别慌，
可他自己比谁都清楚，监控删除一旦被做实，就不是学生查错分，是有人在高考材料流转中动了手脚。这件事已经从学校风波变成了招生安全事故。他们查答题卡就让他们查，答题卡上没有名字，只要证明不了是江行舟写的，就还有转换。明天让你去学校接受学术采访，你提前背一下高考卷答案，他们问什么你照着说。可我连最后一题题干都记不住。那就背到记住。顾明川脸色一白，顾城海盯着他。状元是要会演的。笔记比对室里，江行舟的高3笔记竞赛草稿。本次高考原始答题卡被并排投影，屏幕被分成3栏，左边是江行舟竞赛笔记，中间是他高考后复盘，右边是那张被绑定到顾明川名下的高分答题卡。笔记不是简单的看字像不像，真正的笔记鉴定看的是用力习惯、起笔角度、收笔方向、行距倾向、公式排布。尤其是理科答题卡，很多痕迹藏在演算中，一个人写到紧张处会不会压笔，写到关键步骤会不会留空，这些细节比姓名栏更诚实。笔记专家放大数学最后一题，复合圆又放大物理大题。江行舟喜欢把中间量用方框框住，顾明川平时则习惯画横线。这里的 X 收笔上条。江行舟3年笔记里，同类符号出现176次，形态高度一致。顾明川作业里没有这种习惯。结论呢？初步判断，高分答题卡书写人与江行舟高度一致，与顾明川明显不一致。复合组把初步比对结果带到显一中，顾城海坐在桌边，仍然保持镇定。顾明川却明显坐立不安，原始答题卡上的字迹开始指向江行舟，他正在从纸面上回到真正的主人身边。顾城海冷声：笔记相似不能说明问题，学生之间互相借笔记、模仿解法很常见。沈艳秋看向顾明川，顾明川愣住。顾同学，你平时会用小三角表示万元吗？顾明川愣住。我偶尔会。你提交过的3年作业里，一次也没有。江行舟出现过400多次。顾明川脸色一白。学生考试时临场发挥，写法变化也正常，那就不只看一个符号。沈艳秋平静翻页。那就不只看一个符号。我们看全卷。沈艳秋将数学、物理、化学3科高分答题卡全部投出，每一科都标出江行舟特有的解题习惯，一处相似可以说巧合，2处相似可以说模仿。书写习惯和演算节奏都指向同一个人时，巧合就不再是巧合。顾局，我们现在不是在判断谁平时成绩好，我们是在判断这张答题卡到底是谁写的。从目前证据看，它和江行舟高度关联，和顾明川不关联。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就是高考发挥好。那是一只手写出来的，也是一个脑子算出来的。沈艳秋声音不高，却很有压迫感。那明天复查组会安排你做一次答题复述。夜里，江行舟站在操场边，看着远处礼堂。他们说复合组在查笔记。江行舟，你是不是早就有把握？林曼的声音里第一次没有责备，只有不安。现在证据开始回头打他的脸。江行舟没有看他，林曼低声。江行舟打断他：我只是知道那张卷子是我写的。如果真的是你，等真相出来再说吧。远处办公室灯亮着，顾明川正在一遍遍背答案。翻到最后一道数学题时，他盯着解析，满头冷汗。这一步为什么能这么换？我怎么知道啊？录播教室被布置成状元访谈现场，陈立慧想把这场测试包装成宣传活动。顾明川坐在镜头前，脸色却比平时白了许多。顾同学，听说你数学最后一题几乎满分，能不能给大家讲讲当时的思路？
这题主要考察函数和数列结合，首先进行换元，然后构造不等式。沈燕秋坐在镜头外，他没有阻止录制，再进行分类讨论。你为什么在第2步换元？因为他知道，真正会的人不怕镜头，不会的人镜头越多越容易慌。顾明川笑容僵住。沈燕秋把原始答题卡上的第2步放大，那里有一个小三角符号。江行舟的复盘本里，这个符号代表此处换元。顾明川昨晚只背了解析，没有背这个符号的来源。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顾明川吞咽了一下，就是提醒自己注意。注意什么？注意换元。为什么不用常规换元，而是先构造这个中间量？顾明川卡住，他的眼神开始飘，额头渗出细汗。记者也察觉不对，真正做过题的人，哪怕忘了答案，也能讲出当时为什么这么走。当时考试太紧张了，具体过程记不太清。因为思路是自己推出来的，可背答案的人只能背结论，一旦被问为什么，就会露馅。你刚才说心态稳定是高考成功秘诀。沈燕秋继续换题，物理压轴题，化学实验推断，每一道都不是问最终答案，而是问关键转折。如果他只是普通学生，这些错误不奇怪。可他是742分现状元，是学校宣传里的理科天才。学生考后紧张，回忆不完整也正常，不能因为讲题卡顿就否定成绩。当然不能只凭讲题否定成绩，所以我们还要请江行舟复述同样的题。顾明川立刻站起来，凭什么？凭什么？他一个423分的学生，凭什么跟我讲一样的题？因为我们怀疑这些题本来就是他答的。顾明川回到家后彻底崩溃，他把解析书摔在地上。我讲不出来。他们明天让江行舟讲，他要是讲出来怎么办？顾成海脸色阴沉，他第一次真正感觉到儿子扶不上墙。你能偷走1个分数，偷不走那个分数背后的能力。爸，要不算了吧，我不当状元了，通知书我也不要了。现在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事情弄到这一步，退就是认罪。顾成海脸色阴沉，顾成海第一次真正感觉到儿子扶不上墙。明天江行柱不能顺利复题。你要做什么？让他进不了教室。或者让他讲不出来。顾成海低声。顾明川脸色发白。复题当天早上，江行舟准备出门，江母给他塞了2个鸡蛋，可门刚打开，几个陌生男人堵在门口。为首的人拿着一份所谓治安协查通知，顾成海动手了，不是直接帮人，那太明显，他要用最熟悉的方式让江行舟因为配合调查迟到。江行舟，你涉嫌扰乱学校秩序，跟我们走一趟。陌生男人冷声。今天不是要复核吗？你们不能现在带他走。复核重要还是配合调查重要？男人不耐烦，江行舟看着那张通知，发现上面没有正式编号，印章模糊，时间也没写清楚。这是假的。江行舟冷声。陌生男人脸色一变。就在这时，一辆车停在巷口，沈燕秋下车，身后跟着沈招办和纪检人员。谁让你们带人的？几个男人脸色瞬间白了。江行舟准时到场，顾明川坐在旁边，脸色难看。程立辉强装镇定，林曼也在后排，他第一次不敢直视江行舟。现在原始答题卡就在屏幕上，他只需要证明一件事，这张卷子是他写的。江行舟同学，先讲这道。沈燕秋把数学最后一题投出，江行舟没有急着说答案，他从题干条件开始拆，
为什么第一步不能直接放缩？为什么要先构造中间量？为什么小三角符号标在第2行？为什么第3步省略了一个常规推导？他的语速不快，但每一步都清楚，不是被标准解析，而是再重新走一遍自己当时的思路。数学讲完，沈砚秋换物理。江行舟立刻指出，这题最容易错在受力方向，而顾明川昨天正好把这里讲反。现在他有机会把被偷走的思考全部讲出来。再换化学，江行舟直接说出实验现象为什么不能选另一个答案。不是背的，他在复现思路。答题卡省略的中间步骤还能补出来，这说明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写。林曼坐在后排，眼眶发红，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曾经口口声声说江行舟输不起是多么荒唐。这只能说明江行舟后期研究过这些题。沈砚秋打断他，江行舟的复盘本记录时间是高考当晚，顾明川昨晚背过解析，今天仍然讲不清。陈校长，你还要继续说这巧合吗？陈立辉闭嘴，他的手开始抖。复题结束，江行舟放下笔，白板上满是推导。江行舟同学，你可以回去休息了。江行舟点头，剩下的交给我们。他转身离开前，顾明川突然站起来。就算你会讲题又怎样？系统里成绩还是我的，通知书也是我的。顾明川，你现在还觉得那是你的通知书吗？沈砚秋低头，在复核报告上写下结论：江行舟现场复题能力与高分答题卡高度匹配。复核员快步进来，递上一份新资料。沈老师，顾成海刚刚提交了一份政审材料，说江行舟父亲存在重大污点，不符合国防大报考条件。江行舟脚步一停，沈砚秋的脸色彻底冷下。他们敢动烈士档案！复题结束后，会议室里一片死寂。顾明川讲不清自己的满分题，江行舟却能把关键步骤完整复现。程立辉脸色惨白，额头汗珠不断往下滚。程立辉终于意识到，事情不再是学校能压住的学生闹分，笔记对上了，解题习惯对上了，志愿异常对上了，监控还被人为删除。这几条线连在一起，已经足够把现役中的状元喜报变成丑闻。而校长最擅长的，从来不是认错，是甩锅。陈立辉看向班主任，当初江行舟志愿填报是不是你帮他审核的？班主任脸色一白，校长，是学校统一组织填报，我只是提醒过学生确认。那就写成学生自行确认失误。成绩异常，先说系统显示延迟；监控缺失，就说设备故障。班主任慌了。可沈老师已经查到底层日志了。顾成海坐在旁边，脸色阴沉。他没有骂陈立辉，因为他知道陈立辉现在不是在帮他，是在保自己。别乱写，现在每一个字都可能变成证据。沈砚秋带人进入校长办公室，他没有寒暄，直接把封存清单放到。从现在起，现役中本届高考相关材料全部封存，包括成绩喜报审批表、志愿填报确认表、班级群通知、监控维护记录、学生档案评价。陈立辉强装镇定。沈老师，这是不是太严重了？目前只是个别考生提出疑问，学校也在配合。配合2个字说得很漂亮，可沈砚秋已经见过江木跪在校门口，听过会议室里的威胁录音，查到监控被删，也看见陈立辉试图把江行舟定性成心理异常。所谓配合，不过是事情败露后想给自己换个体面说法。沈砚秋看着他，你们不是在配合，你们是在拖延。陈立辉脸色难看。沈砚秋继续，另外，江行舟档案里的情绪不稳定、扰乱秩序、建议心理辅导3项评价是谁添加的？陈立辉呼吸一滞，这是班主任综合判断。添加时间是江行舟拒签放弃申诉中作书之后17分钟。你确定这是正常综合判断？陈立辉彻底说不出话。夜里，班主任坐在档案室里，面前摆着江行舟3年的成绩档案，每一页都证明江行舟是现役中真正的尖子生。模拟考第1，竞赛获奖，国防大科技营推荐。而顾明川的档案直到高考前都只是在500出头徘徊。班主任不是完全不知道真相，他只是怕得罪校长，怕得罪顾成海，怕学校今年的升学荣誉变成笑话，怕自己3年的班主任评价受到牵连，所以他选择沉默。可沉默一旦被调查照亮，就不再是中立，而是帮凶。程立辉走进来，把江行舟那几次模拟考原始排名表拿出来，该补说是的补说是，就说他高考前心理波动明显。班主任终于抬头，校长，他没有，他高考前状态一直很稳。你现在说这个有用吗？
难道你想让整个学校陪他翻案？班主任声音发抖。如果真是他的成绩，陈立辉打断。没有如果。傅和元把新调出的档案评价时间线递给沈艳秋，沈艳秋一页页翻看，眼神越来越冷。他们不仅偷了江行舟的成绩，还想偷走他的信誉。一个成绩异常的考生，只要档案里被写上心理失衡、伪造截图、扰乱秩序，哪怕以后翻案也会被反复质疑。这是比改分更阴的手段，因为他要毁掉一个人的清白。沈老师，校长那边像是在准备把责任推给班主任，顾成海那边也有新动作。什么动作？傅和元把一份政审补充材料放到桌上，江行舟父亲江卫国疑似存在历史问题。沈艳秋眉头一皱。材料来源：清河县教育局。沈艳秋放下文件。他们想从政审断江行舟的路，那就查江卫国，一查到底。顾成海坐在办公桌后，面前放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政审材料。材料里写着，江行舟父亲江卫国当年执行任务中疑似违纪档案存疑，不宜作为国防类院校政审加分依据。顾成海已经没有多少牌了，成绩线开始被答题卡咬住，志愿线底层日志没删干净，监控线人工删除已经坐实。顾明川自己又讲不出那张高分卷子的思路，所以他只能换一条更狠的路。政审，只要江行舟父亲档案有污点，国防大就算怀疑成绩也会谨慎录取。这一步阴毒至极。工作人员小心开口。顾局，江卫国是烈士，这样写会不会出事？烈士档案又不是不能有争议，我们只写疑似、待核。国防大最怕政审风险，只要他们不敢录江行舟就够了。工作人员低头，不敢再说。顾成海把文件装进档案袋，送过去，越快越好。好。沈艳秋亲自来到江家，他没有隐瞒，把沈艳秋的事告诉江行舟。郑州沈燕。江木听完，脸色瞬间白了。不可能，卫国是为了救边际巡逻队牺牲的，他怎么会有污点？江木可以忍别人骂他，可以忍摊位被砸，也可以忍旁人说江行舟查错分，可她不能忍丈夫被污蔑。江卫国活着时话不多，每次回来探亲，身上总有晒伤和旧疤。牺牲后，家里只剩一枚军功章和一张烈士证明，那是江家最干净也最重的。沈老师，这份材料属实吗？目前看出处没问题，但进入内部核验流程后，就得仔细核实。核实就核实，我父亲经得起核验，但伪造的人也别想跑。操场上，顾明川又恢复了一点底气。他听父亲说，国防大最重政审，只要江行舟父亲档案有问题，江行舟就算证明成绩，也别想进国防大。顾明川故意走到江行舟面前，听说你爸档案有问题，江行舟，你不是要报国防大吗？政审过不了，成绩再高也没用吧？雷曼站在旁边，脸色微变，他已经开始怀疑顾明川，却仍然没想到他能说出这种话。顾明川，你可以偷我的成绩，可以拿我的分数去领奖，但你不该拿我父亲说事。怎么，急了？我父亲守过的边境，你这种人连地图上在哪都不知道。顾明川脸色一沉，等档案查清楚，你会知道污蔑烈士清白是什么后果。这位同学都安静了。顾明川第一次在江行舟面前感到心虚。夜里，沈艳秋把江卫国相关材料全部调出，普通地方档案里确实多了一条待核备注，可国防系统内部烈士档案显示权限更高，需要专门调取。顾成还以为地方能加一条备注就能污染江卫国的档案，可他忘了，真正的烈士档案不只存在县里，边防部队有记录，军工审核有记录，任务经过有记录，抚恤发放有记录，甚至牺牲现场的行动报告也有原始编号。这些不是一个县教育局副局长能随便改的。沈老师，内部权限申请已经通过，江卫国烈士档案10分钟后回传。沈艳秋点头，他看着窗外的清河县夜色，声音很。顾成海这一步走错了。电脑屏幕亮起，一份红色封存档案弹出。江卫国，边防烈士，2等功1次，3等功2次，牺牲原因掩护战友撤离，主动阻击。傅和元倒吸一口冷气。通知纪检，有人伪造烈士家属政审材料。沈艳秋把江行舟和江母请到临时办公室，桌上放着江卫国的烈士档案复印件。江母刚看到封面，眼泪就掉了下来，那是他多年不敢细看的东西。
姜卫国牺牲时，姜行舟还小，他只知道父亲是军人，知道父亲走得突然，知道母亲每年清明都会对着军功章掉眼泪，可他不知道父亲最后一次任务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这份档案终于被完整摆在他面前。姜卫国同志牺牲前，所在巡逻队遭遇突发险情，他主动留下阻击，为其他队员撤离争取时间。档案记录清楚，不存在任何违纪问题。姜木捂住嘴，哭得说不出话。我爸是为了别人活下去才留下的。沈艳秋点头。是。姜行舟闭上眼，他忽然明白，自己想去国防大，不只是为了翻案，也是为了离父亲曾走过的路近一点。县教育局会议室里，纪检人员正式进场，顾成海还想保持镇定，直到沈艳秋把姜卫国真实烈士档案和那份伪造政审备注同时摆到桌上。伪造普通学生评价已经严重，伪造高考志愿更严重，而伪造烈士家属政审材料是顾成海真正踢到铁板的一步，因为这不再只是教育系统内部问题，他触碰的是烈士名誉，是国防招生政审，是国家档案安全。顾成海同志，请解释这份疑似违纪材料来源。这是下级汇总材料，我只是转交，具体真实性我并不清楚。材料提交账号是你的办公室内网，扫描设备是你办公室编号，提交时间是昨晚21点37分。你说你不清楚？顾成海脸色一点点灰下去。从现在起，请你配合调查。姜卫国烈士档案被核实的消息在学校里传开，同学们开始低声议论。前几天还说姜行舟靠烈士子女身份卖惨的人，现在全都不敢出声。舆论就是这样。前一天他们相信顾家的红榜，相信学校的通报，相信姜行舟心理异常。今天他们又开始说，原来姜行舟父亲真是英雄。可对姜行舟来说，迟来的议论没有意义，他要的从来不是同情，是事实。姜卫国叔叔的档案，你是不是早知道是假？我怎么知道？那是我爸的事儿。顾明川，你们到底还做了什么？林曼，你现在装什么正义？姜行舟被骂的时候，你不是也站在我这边？林曼脸色一白，这句话刺中了他，他确实没有资格立刻把自己摘干净。你爸如果知道你想去国防大，一定会高兴。妈，以前我想考出去是想让你过好日子，现在我还想做点别的。我想知道爸守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也想变成像他那样的人。这一刻，国防大对姜行舟来说已经不只是犯案工具，不是打脸顾明川的筹码，也不是证明自己742分的奖杯，它成了父亲留下的一条路，一条从旧居民楼走向更远处的路。手机忽然响起，沈艳秋发来消息，姜卫国烈士档案已核实，政审污点材料认定为伪造，成绩归属最终复核即将启动，姜行舟握紧军功章。爸，我一定把属于我的分数拿回来。县一中办公室里，老师们围着电脑，省招办发来最新通知，清河县本届部分考生录取数据暂缓确认，其中涉及顾明川、姜行舟以及相关档案流转人员，因特殊复核需要，相关录取名单延迟公布。延迟公布4个字看似平淡，可对县一中来说像一盆冷水浇下来。顾明川的状元通知书已经拿到，喜报已经贴出，采访已经播了，奖学金已经发了。现在上级一句延迟确认，等于告诉所有人，这件事还没定。程立辉盯着通知，脸色惨白。校长，是不是真的要翻案了？程立辉怒道：“闭嘴！”可他自己也知道，骂人已经没用了。沈艳秋封存了档案，纪检进了教育局，国防大还在往下查，这已经不是他能控制的局面。前几天顾明川的名字还像金字招牌一样挂在学校最显眼的位置，现在同样的位置开始变成质疑的中心。有人偷偷拍照，有人低声讨论，有人第一次问，如果顾明川真没问题，为什么要延迟确认？听说是国防大在查，姜行舟是不是报了国防大？不可能吧，423怎么报国防大？可如果他不是423呢？顾明川站在人群后，脸色难看。他听见如果他不是423这句话，心里像被针扎。顾明川，你现在还敢说成绩是你的吗？通知书在我手里，他们查来查去也只是延迟，又没撤我的录取。你怕了？顾明川表情一僵，他确实怕了，怕姜行舟真被查成742，怕自己从现状元变成顶替犯，更怕父亲保不住他。沈艳秋汇报目前证据，答题卡编号交叉绑定，笔记与解法路径高度吻合，志愿登录异常，监控人为删除，招生领导陈深。姜行舟本人状态如何？稳定，情绪克制，证据意识强，现场复题能力达到高分考生水平，科技营档案评价优秀，
政审呢？父亲姜卫国档案已核实，无污点，伪造材料移交纪检。进入拟录取评估，但在成绩归属最终确认前，暂不公开。姜家小屋里，姜木正在收拾旧课本，他忽然发现姜行舟3年前写过一张纸，上面是他的目标院校列表，第一行就是国防大。行舟，原来你这么早就想好了。那时候只是觉得离爸近一点。手机响起，沈艳秋发来简短消息，保持手机畅通。国防大将进行最后一轮拟录取评估。姜木看不懂拟录取评估是什么意思，可他看见儿子眼神变了，那是一种终于看见门缝里透出光的眼神。姜行舟轻声：“妈，他们快查到最后了。”沈艳秋把姜行舟单独叫到临时办公室，他递给他一份加盖内部章的文件。姜行舟双手接过，指尖微微发颤。国防大特殊人才拟录取评估意见，考生姜行舟，状态拟录取，待成绩归属最终确认。拟录取不是正式录取，但对姜行舟来说已经足够重。这说明国防大没有因为地方系统里的423放弃他，没有因为顾家伪造的政审污点否定他，也没有因为学校给他贴上的心理异常标签绕开他。他们查了证据，也看见了他这个人。这份文件暂时不能公开，最终成绩归属还需要省考试院确认，你要继续保持沉默。我明白。委屈吗？委屈，但现在公开只会让他们提前准备说辞。我等。沈艳秋眼里闪过一丝赞许，他见过很多优秀学生，但像姜行舟这样被踩到泥里还能冷静等证据的人很少。姜行舟回到家，把拟录取的事告诉母亲。姜木一开始没反应过来，直到姜行舟解释国防大已经愿意等最终成绩确认，他才忽然捂住嘴哭了。行舟，你真的能去国防大？但他没有放弃我。这句话让姜木哭得更厉害。这些天他听到太多认命，太多别闹，太多你儿子就是423，他跪过，求过，被骂过讹学校。现在终于有人没有放弃他儿子，不是因为同情，是因为证据。姜木抱住姜行舟，姜行舟没有把文件拿出来炫耀，他只是把他和父亲军功章放在一起，一个是父亲走过的路，一个是他即将走上的路。顾家客厅里气氛压抑，顾明川坐在沙发上。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缩，宴席照办，全县都请，让他们看看明川还是状元。妈，现在办会不会太冒险？哼，怕什么？通知书还在你手里，姜行舟要是真能翻，早翻了。顾母不懂底层日志，不懂答题卡编号，也不懂国防大复核，他只懂一个道理：声势越大，别人越不敢怀疑。只要顾家把升学宴办得足够隆重，把领导、亲戚、媒体都请来，顾明川的状元身份就像又被盖上一层章。顾成海走进来，脸色很沉。办，不仅要办，还要大办，让所有人都知道顾明川已经被京华理工录取。他们就算查，也得考虑影响。顾明川点头，却依然不安。他不知道自己手里的通知书已经成了最后的遮羞布。夜里，姜行舟坐在桌前，拟录取文件被他锁进铁盒。他没有告诉同学，没有告诉林曼，也没有去学校打脸顾明川，他只是继续整理证据。真正的反击不一定要吼出来。姜行舟现在有拟录取，有笔迹证据，有解题复现，有志愿异常，有监控删除，有烈士档案反噬，可他还差最后一步，成绩归属最终确认。只有那一步落下，742分才会正式回到他名下，也只有那一步落下，顾明川才会从县状元变成顶替者。手机响起，沈艳秋打来电话。顾家后天办升学宴，他们请了县里不少人，你要不要避开？不必，他们拿我的成绩办宴席，我总要去看看。好。沈老师，那天可以公开了吗？看省考试演最终结论，如果结论下来，我们当场公开。清河县大酒店门口，红毯铺得很长，横幅挂满大厅，最显眼的位置写着热烈祝贺顾明川同学考取京华理工大学。顾家的升学宴办得比婚宴还隆重，县里有头有脸的人来了，学校领导来了，亲戚朋友来了，甚至还有本地媒体。顾城还要的不是吃饭，他要的是盖章，让所有人用掌声、酒杯和合影替顾明川的县状元身份再盖一次章。顾明川穿着西装，胸口别着红花，他站在父亲身旁，努力装出从容，可手指一直不安地摩挲着通知书外壳。这些天他过得并不踏实，
复题时讲不出思路，笔记对不上，监控被查出，人未删除，父亲伪造烈士政审材料也被纪检盯上。可只要今天这场宴席办完，顾明川就还能骗自己，也许事情会过去，也许通知书还在，也许他依旧是顾家人人羡慕的状元。大家吃好喝好。我们明川能有今天，多亏学校和顾局栽培。顾母笑着招呼宾客，程立辉站在一旁，笑得很僵。他已经不想来，可他又不敢不来，因为只要顾家不倒，他就还得跟着演。江木也来了，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手里攥着江行舟给他准备的外套。门口迎宾一看见他，立刻挡住。阿姨，今天是顾家的私宴，没有请柬不能进。江木低声，我不吃饭，我就想看看他们拿我儿子的成绩办什么宴。江木不是来闹的，他只是想亲眼看一眼，看顾家如何拿着江行舟的742分敬酒，看那个曾经踩着他儿子羞辱他摊位的人怎样在众人面前装成天之骄子。他知道自己不体面，可他不能不来。顾母听见声音走出来，他上下打量江木，嘴角一撇，你还真敢来，你儿子423分，来我们明川的升学宴沾习气吗？周围宾客低声笑，江木脸色发白，却没有退。那742不是你儿子的。顾母冷笑，江木眼眶红了。通知书在我们手里，宴席也在我们顾家办，不是我儿子的，难道是你家摆摊儿子的？这时江行舟从街角走来，站到母亲身边。妈，进去。顾母脸色一沉，谁让你进来的？江行舟看向大厅里那张巨大的状元海报，我的成绩在里面，我为什么不能进？江行舟扶着母亲走进大厅，不少人回头看他，有人惊讶，有人嘲笑，有人小声议论他还没死心。这场宴席本来是顾家给自己造势的地方，江行舟一出现，气氛立刻变了，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几天清河县最大的风波就是这两个名字：顾明川742分县状元，江行舟423分申诉者，一个站在台上，一个被踩进泥里。可现在那个泥里的人来了。林曼坐在角落，看到江行舟，眼神一颤。他想起自己说过的话，如今这些字像针一样扎回来。顾明川走到江行舟面前，强装镇定。江行舟，你非要在我的升学宴上搞我是？江行舟看了一眼他胸口的红花，顾明川冷笑。江行舟，你真不嫌丢人？我升学宴，你来干什么？来等一个结果。切，结果就是我上清华理工，你复读。希望你等会儿还能这么说。顾城海站上主台，举起酒杯，大屏幕切到顾明川高考成绩和录取通知书照片，掌声响起。江木握紧江行舟的手，顾家把声势推到了最高点。他们以为只要声音够大，真相就会被盖住。可江行舟知道，越高的台塌下来时声音越响。他只需要等省考试院最终结论落下，等国防大复合组进场，等这场假状元升学宴变成公开清算现场。江行舟手机震动，沈艳秋发来消息，最终结论已送达，按计划进场。酒店外，几辆挂着特殊通行证的黑色公务车缓缓停下，车门打开，沈艳秋带队下车。宴席正式开始，顾城海站在台上，声音洪亮：感谢各位来宾百忙之中来参加全子明川的升学宴。他感谢学校，感谢教育系统，感谢亲友支持，每一句话都把顾明川的状元身份说得板上钉钉。川能有今天，是清河县教育的骄傲，也是我们顾家多年培养的结果。顾城海还在赌复合没有这么快，赌省里不敢在大庭广众下撕开口子，赌国防大顾忌影响不会当场公开。他以为只要这杯酒敬完，只要媒体拍完，顾明川的录取就又多了一层社会认定，到时候再翻案，谁都要掂量后果。顾城海举杯，台下掌声响起。顾明川站在旁边，脸色却并不轻松。他一直看向大厅门口，因为江行舟那句“等会儿”一直在他脑子里绕。假东西最怕等，真成绩可以等复核，真答题卡可以等鉴定，真烈士档案也可以等调取。可假的状元身份，每多等1分钟，心就虚1分。酒店门口，沈艳秋带队抵达，他身后有省考试院工作人员，也有纪检人员，几人穿着简洁，却气场极强。酒店经理赶出来迎接，一看证件，脸色立刻变了。迎宾向来，今天是顾家的私人宴席，没有请柬。
沈艳秋直接亮阵，迎宾瞬间闭嘴。国防大招生复核组，省考试院联合复查，纪检协同调查。酒店经理连忙让路，这不是普通宾客，不是来祝贺的领导，更不是顾家能用红包和关系打发的人。这3组人一起出现，意味着事情已经从学生申诉升级成了成绩档案异常复核和人员责任调查。顾家的升学宴从这一刻开始变了性质。沈艳秋看向宴会厅方向，宴会厅大门被推开，沈艳秋带人走进来。台上的顾晨海话说到一半，声音戛然而止，所有人都回头，大厅里瞬间安静。顾木皱眉：“你们是谁？这是我们顾家的升学宴。”沈艳秋平静开口：“我们知道，所以才来。”顾晨海强装镇定，从台上走下来。沈老师，复核工作可以去办公室谈。今天是犬子的喜事，不适合在这里处理公务吧？顾晨海还想把事情挪走，只要离开大厅，离开媒体和宾客，他就还有操作空间。可沈艳秋这一次没有给他空间。沈艳秋看着顾晨海：“顾局，是你们把有争议的录取结果公开办成升学宴，现在说不适合，晚了。”陈立辉站在一旁，脸色惨白。他知道沈艳秋不是来谈的，是来宣布的。沈艳秋走到舞台中央，省考试院工作人员打开文件夹，纪检人员站在两侧。顾明川下意识后退半步。顾明川终于怕了。前几天他怕附题，怕笔记，怕答题卡，怕父亲保不住他。可那些怕都藏在暗处。现在他的害怕站到了所有人面前。他胸前还别着红花，身后大屏幕还放着他的742分。沈艳秋拿起话筒：“各位来宾，打扰了。今天我们不是来祝贺，是来更正一项严重异常的高考成绩与录取档案问题。顾明川同学，你胸前这朵红花现在还不能戴。”宴会厅里一片哗然，有人站起来，有人拿出手机，有人低声问：“什么叫成绩档案异常？”顾晨海快步上前，压低声音：“沈老师，这种话不能乱说，孩子们还小，影响很大。”顾局，影响大的不是我们说出来，是有人做了。顾晨海一直以为江行舟只是一个没有背景的寒门学生，母亲白早餐摊，父亲早亡，学校能压，档案能改，志愿能删。可他不知道，江行舟在国防大系统里早就不是一张普通成绩单，他是科技营观察名单里的重点学生，是烈士子女，是国防科研前置人才。江行舟，国防大青少年科技营优秀结营学生，无人机群控算法项目第1，体能合格，政政史初筛通过，高考预计分数区间720至750。复核员接入大屏，一条证据时间线被投出，江信舟查到742的截图，系统变423的时间。顾明川742喜报发布时间，凌晨3点志愿被修改，监控人工删除日志，答题卡编号交叉绑定，每一个节点都在证明同一件事。顾明川手里的742分来路不干净，而江行舟所谓的423分不符合他的长期成绩，也不符合原始答题卡归属。宾客们看的脸色变了，刚才还端着酒杯祝贺的人，现在纷纷放下杯子，有人偷偷往后退，有人低声骂：“这不是造孽吗？”假的，这些都是假的！我儿子通知书都到了。通知书到了，不代表投到材料没有问题。如果投到成绩来源异常，录取资格可以更正。他终于听懂了，通知书不是护身符。顾明川猛地站出来：“就算江行舟参加过什么科技营又怎么样？高考分数写的是我的名字，你们不能因为他会讲题就说我顶替。”顾明川同学，你真是高3、5次联考均在500至530之间，现场复题无法解释高分答题卡关键步骤，3年作业与高分答题卡笔记习惯明显不符。你现在仍坚持那张742分答题卡是你写的吗？江行舟站在台下，目光很稳。顾明川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顾明川脸色灰白，他后退了一步。顾明川，你可以当着大家的面再讲一遍数学最后一题。顾晨海终于忍不住：“沈老师，沈老师，你们这是诱导！没有最终成绩结论前，你们不能公开羞辱一个考生。”沈艳秋看着他，最终结论已经到了。全场瞬间死寂。顾家的升学宴终于等来了真正的主角，不是通知书，不是红榜，不是县状元采访，
而是原始成绩归属。谁的答题卡，谁的分数，谁偷了谁的人生，都要在这一刻揭开。沈艳秋拆开文件。现在我们公布最终复核结果。沈艳秋打开最终复核文件，大厅里所有声音都停了。经省考试院国防大招生复核组联合核验，原绑定顾明川名下的742分高考成绩，实际对应考生为江行舟。顾明川脸色惨白，顾成海的手指死死扣着桌沿。江行舟高考总分742分，恢复清河县理科第1名身份。江木紧紧抓住江行舟的胳膊，几乎不敢呼吸。江行舟等这句话等了太久。从查分页那一瞬间的742，到系统突然变成423；从校门口被骂伪造截图，到母亲跪在学校门口；从志愿被改成民办高职，到父亲烈士档案被污蔑。他不是没有崩溃过，只是每一次他都把崩溃咽回去，因为他知道哭不能让分数回来，证据能。复核结果如下：顾明川真实高考总分511分，全场哗然。其清华理工大学投到录取资格，因成绩来源异常，暂停确认。顾明川像被抽空一样跌坐在椅子上。不可能！我儿子怎么可能511？你们一定是被江行舟收买了！他还是不愿相信，不是因为证据不够清楚，而是因为他不能接受顾家精心堆出来的荣耀，竟然是从一个卖早餐的孩子身上偷来的。越是不能接受，他越想撕扯，仿佛声音大一点，511就能重新变成742。顾女士，复核依据包括原始答题卡、扫描编号、考场签到、笔记鉴定、志愿登录日志、现场复题记录，不是任何个人可以左右的结果。顾母彻底僵住，顾成还想说话，却被纪检人员看了一眼，他脸色一变，终于闭嘴。顾明川抬头看江行舟，眼神破碎又怨毒。你满意了？你非要毁了我？我只是拿回我的成绩，毁你的是你拿了不属于你的东西。大屏幕上的顾明川状元海报被工作人员关闭，黑屏后，酒店大厅显得异常空。刚才满场祝贺的人，现在全都不敢看江木。这是一场荒唐的宴席，主角错了，分数错了，通知书错了，连宾客的掌声都给错了人。可最荒唐的是，在真相公布之前，所有人都那么笃定，笃定江行舟输不起，笃定江母恶学校，笃定顾家才是真正的赢家。一个曾经嘲笑江母的亲戚低声开口：“江大姐，之前我们不知道。”江母没有理会，她只看着儿子，眼泪一滴滴往下掉。行舟，回来了，你的分数回来了。回来了。林曼站在角落，眼泪已经落下。她看着江行舟，却不敢上前。因为他终于明白，自己曾经站在假状元身边，亲手把江行舟推远。纪检人员走到顾成海面前，顾成海下意识后退。刚才还高高在上的教育局副局长，此刻脸色像纸一样白。顾成海，请你配合调查，涉及高考成绩绑定异常、志愿篡改、监控删除、伪造烈士家属政审材料等问题。全场再次哗然。顾母扑过去想拦，被工作人员挡住。顾明川瘫坐在椅子上，胸口红花歪到一边。接下来要查的是谁动了系统，谁改了志愿，谁删了监控，谁伪造了政审，谁把一个寒门考生的12年努力挪到顾明川名下。这条链不会因为顾明川从742变回511就结束。另一边，陈立辉也接到电话，他手一抖，手机差点掉在地上。陈立辉校长，即日起暂停职务，配合调查。陈立辉看向江行舟，嘴唇颤抖。江行舟却没有看他，只是扶着母亲转身离开宴会厅。顾成海被纪检人员带离，刚才还围着他敬酒的人纷纷往后退，没人再上前套近乎，没人再喊顾局。你们不能带走他，他是教育局副局长。请冷静。他只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这4个字听起来像母爱，可他遮不住违法。为了顾明川就能偷别人的分数，为了顾明川就能改别人的志愿，为了顾明川就能污蔑烈士清白。顾家所谓的爱，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别人的人生被夺走之上。顾明川低头看着自己的红花，他忽然伸手去扯，红花被扯坏，掉在地上。我不是511。没人安慰他，因为这场戏已经散了。他不再是状元，只是一个拿着别人分数办升学宴的人。县一中办公室里，调查人员封存电脑和档案。陈立辉坐在椅子上，脸色灰败。
班主任坐在另一边，双手发抖。顾家塌了，学校也开始塌。陈立辉想把一切推给系统异常，又想推给班主任审核不严。可调查人员一进来，所有口头说辞都变得脆弱。电脑日志、班级群通知、志愿确认表、档案评价修改时间，每一项都在往回咬他们。江行舟志愿被修改当天，谁保管他的登录初始密码？班主任沉默很久，终于开口：学校统一收过一次，陈校长说教育局要核查尖子生志愿填报，我把江行舟的账号信息交上去了。你胡说！我没有胡说。江行舟拒签放弃申诉重订书后，也是校长让我在档案里加情绪不稳定。我知道不对，但我怕丢工作。班主任眼泪掉下来，迟来的坦白不会洗清他的沉默，但他至少让那条链更清晰。从学校收账号到教育局内网登录，从志愿改动到成绩绑定异常，从学生档案抹黑到逼签承诺书，这不是一个人的临时起意，是一群人一起把江行舟往死路上推。酒店门口，宾客们陆续离开，刚才还热闹的升学宴转眼变成笑话。花篮没人要，红毯被踩脏，印着顾明川名字的喜糖堆在角落。人情反噬得很快，他们来时说顾家教子有方，走时却开始说早就觉得顾明川不像能考742的人。他们来时祝顾成海仕途顺利，走时却说这种事迟早要出事。没人承认自己曾经捧过甲状元，大家都想把自己装成早就看穿真相的人。顾木坐在台阶上，妆哭花了。顾明川站在一边，整个人像失了魂。有记者想拍，被酒店保安拦住。顾明川忽然看见江行舟母子走出来。江行舟，你已经拿回成绩了，还想怎么样？江行舟停下脚步。我想知道是谁改的，是谁删的，是谁逼我妈跪在学校门口，是谁动我父亲的档案？顾明川被问得连连后退，他终于明白，江行舟不是只要分数，江行舟要整条链都付代价。夜色降临，江行舟扶着母亲往家走，街道两侧有人偷偷看他们。从前是看笑话，现在是看传奇。江母却没有觉得痛快，她只是累。公道来得太晚，通常不会让人立刻开心。它更像一块迟到的药，能止血，但伤口还在。江母被羞辱过，江行舟被污蔑过，父亲的清白被人动过，这些都不会因为742回来了就自动消失。林曼从身后追上来，